我现在在六龟，我后面是18罗汉山。这次呢，我跟许先生决定带着阿凡达来一趟南横之旅。南横之旅已经是我跟许先生想来非常久了。我们最近呢发现南横已经可以通车了，就立马规划了这一趟旅程。我们这次呢会从六龟到桃园，一直到台东、花莲跟宜兰，最后去宜兰找我们的宜兰朋友。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go！第一站我们要来刘家果园。这一次走南横啊，我们第一站就会经过六龟。来六龟，我跟许先生就一定会来刘家果园看我们最可爱的莲雾老板娘，而且我们准备了新年礼物要送她，所以我们就直接过去。而且第一次带阿凡来看老板娘，对不对？上次没有来，上次还在肚子里面呢。上次还在肚子里面呢。老板娘，见老板娘很开心吗？走哦，吃莲雾，谁老板娘 ，Hello， 网红那个淀粉小姐，不好意思，快点来，嗨，小朋友，我们要带她来看你。等一下哈，好，你先忙，我们到她旁边等你。不会，好的，好忙哦，你们还是这么健康啊？我觉得他们都有减肥嘞。阿肥，拖着椅子要去哪里？见哦。因为目前呢是黑糖芭比莲雾的产季，所以姐姐们她们都很忙。你看，就是现采回来就要准备装箱寄出。我们现在也有在团购他们家的莲雾哦，如果大家想吃的话，不用跑一趟六龟，直接跟我们团购就可以了，好吧？都是新鲜出货的。你这颗好像更大，太夸张了啦！因为老板娘刚刚看到我，她说她要拿一个巨无霸给我吃。我真的不夸张，他们家每一颗都这么大颗。因为今年盛产啊，所以黑糖芭比莲雾的那个表皮啊，都非常的深邃，很漂亮。黑糖芭比莲雾啊，它的特色就是非常多汁，而且有果香，所以是酸甜的。你看，吃下去都会卡吱的，好喜欢。老板娘，这一片都是吗？对。我们来了果园了，第一次进来果园这边，之前呢都是在那个门市那边，第一次真的走到果园里面来了。老板娘说这一批啊都是这几天要收成的。Hello， 不会，他好乖，你们两个很活泼耶。所以老板他今天就负责收成这边。对，他今天在这边，老板在哪里？老板 ，Hello， 老板，我要看你今天要收成的是哪一边？不要这样，老板很帅啦，老板。不要看。我想问你今天要收成的是哪一边？我可以偷看一下吗？是这里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他们家的莲雾全部都会套袋，确保你拿到莲雾都很漂亮。因为它会每一袋打开来看，就是莲雾的成熟状况可不可以采这样子。耶，老板要解开给我们看了。要修哦，怎么那么大颗啊？你们看，每一颗都跟拳头一样，真的超夸张的。你看今年的盛产，每一面都这么漂亮。在六龟的午餐，我们选择在宝来这边的三之恋餐厅，因为我跟许先生呢找了很多餐厅，他们中午都休息，不然就是客满。假日的六龟怎么那么多人呐？我觉得南横通了之后，大家都来回来玩，很多重机车友。对，我有发现这间餐厅外面全部都是重机骑士，希望有位置。我真的好饿哦。我们终于有位置了。因为今天呢，六龟好像很多人，每一间餐厅打去都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客满。而这一间三之恋风味餐厅啊，它是在宝来这边的爱地蛮有名的餐厅。我们今天点了4样菜，我们其实很想要点那个梅子鸡，但因为它梅子鸡刚看到隔壁桌超大一份，我们不敢点嘞。要等阿凡长大才有联邦期。但是隔壁桌的那个重鸡大锅，他们吃了超爽今天真的好多重鸡大 Q 所以我们就改点了梅子排骨。它的梅子排骨，你们知道宝来最有名的是什么吗？就是梅子，所以来他们这边一定要吃梅子制品的东西。我们就点了这个梅子排骨，它的梅子排骨看起来很好吃你知道梅酱会勾在那个排骨上面，看起来超下饭。那个软骨不是那种
可以直接咬碎，我觉得需要用力一点。可是它的梅子酱我很喜欢，酸甜带劲，裹在排骨上面一绝。但那个软骨真的要再煮久一点，因为软骨太脆了。你要去南横的话，可以先在宝来这边多停留一天，然后在这边吃一些山产，泡个温泉，隔一天你再好好的进入南横，然后好好的享受整个南横的美景，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是从高雄要来出发到南横，所以我们的在进入南横前的最后一个休息点就是宝来这里。如果是从台南那边出发的话，它会一路从玉井啊、甲仙啊，玉井哦，对，从玉井、甲仙那边一路走，然后再到宝来，所以你要停玉井或是停在那个甲仙都会蛮方便，那边都很热闹。难怪刚刚我发现大家都在超商买东西。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我发现这间餐厅的评论数超多，而且评论蛮好的。后来来了之后呢，我了解为什么了。为什么？老板娘超亲切，老板娘真的蛮亲切的。对，老板娘刚刚一进来啊，就跟阿凡就是玩了很久，每一桌都去询，每一桌都去问，嘘寒问暖。其实我觉得宝来六龟这边的人都蛮亲切的。我们之前去满意饭店，老板娘也很亲切。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六龟这边的人特别热情，用餐感受下来都非常的棒。餐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一般的热炒店，中规中矩啊。来这边大概是吃一个人情味。因为这边刚好经历过风灾嘛，它这边又是一个以观光为蛮重要的经济命脉来源的地方。对，所以其实餐饮业啊，我觉得他们都很珍惜，就是说现在南横通车，观光客陆续的回来，像温泉区的重建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来，就是宝来六龟这边，然后走南横来这边玩一下，我觉得还不错。我们的炸鲜虾终于上桌了，这个炸鲜虾呢，真的等了蛮久，我们快吃完了才上桌。它还在补是不是？它上面这个是什么粉？虾粉。是虾粉，哎，好特别，我以为是胡椒盐。有点是当做一个类似胡椒粉的概念，让它沾酱，增加那个虾味。哦，啊，整个上来的时候超像虾味鲜的味道。来这个山产店一定要吃一下西虾西鱼，但今天没有西鱼。他们家本来有双拼西鱼跟西虾双拼，菜单直接划掉了。他们的西虾蛮肥的，之前吃的别家是那个刺比较利，而且比较干扁，但他们家还保有那个西虾中间的肉，蛮好吃的。反正来他们家你就点三产类的就对了啦，整体吃起来大概500-600块啊，蛮友善2个人用餐的啦。对，如果你们是2个人来的话，这间 OK 可以来。吃完午餐，我们要来甩牙咖，看完林姐。甩牙咖共享空间，赞赞，是你到南横的路上休息的好朋友。他们还有很好吃的窑烤面包哦，大家有来的话就可以来这边休息一下。因为我这一次安排是考量到我们这个团体里面老弱妇孺，我就是负责老弱的部分，你就是妇，他就是乳，所以我们的行程没办法。你怎么好意思是当老弱啊？所以我们的行程没有办法，就是一天直接就是南横杀过去，然后直接台东下来。这个我们的富也不行，我们的儒也不行，老弱也不行。所以我们第一天呢，就要在六龟宝来这边先住一晚。大家也可以在宝来这边找一个温泉饭店哦，我来这个甩牙咖这边走一走，然后来这边吃个东西，这样行程慢慢的。悠闲的，悠闲的。隔天一早呢，我们就直接进去那个南横里面享受南横的美景，因为我们想要好好的玩南横，不想要很紧凑的完成这个旅程。匆匆隆隆，有人有雨。哇，林姐！好，可是今天就好，我们要来年前送礼呀！哎呀，真的是谢谢你，谢谢，很好吃的蛋卷，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林姐，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住那个桃园区，我们想知道晚上到底有没有东西吃。我们住在那个拉弗兰哈，拉弗兰的话是其中一个村庄，因为山上这边就是村庄跟村庄隔很远，对不对？离比较远，那所以其实拉弗兰那边也蛮方便的哦，那不担心。店家、餐厅啊、民宿啊，他已经到那个梅山口这里，还没，他在梅山口的前面一点点，前面那个村庄。我们的爱玉上桌了，我跟许先生呢各点了他们家的招牌，一个是梅子爱玉、梅酿爱玉，另外一个呢是红肉梨。红肉梨，他刚刚还跟我讲说我的是红肉梨，你不要吃我的。红肉梨看起来很特别，从来没有吃过红肉梨爱玉。我刚刚本来想说红肉梨感觉就是酸甜酸甜的，梅酿好像也是酸甜酸甜的，所以我本来一度想要点红豆。真的是酸甜酸甜的哦，很好吃，我的很好吃。如果说要分你吃吗？都是酸甜酸甜的，但是本质上也是不一样。我甜比较多一点点，酸比较多一点，因为你们是梅子。
你那梅子看起来很好吃。它这个就是我妈以前会酿那种青梅，你知道吗？青梅，然后拿来泡汤啊，泡水，冰冰凉凉的就可以喝了。可是我觉得它很厉害，就是它不会过甜，它是基本上它的爱玉吃起来啊，刚好把它那个甜度给稀释掉了。因为它的爱玉吃起来不像那个，你知道，你吃到饱都会有附那种 Q 到要死的爱玉。不要再讲那种吃到饱的事情了，谁要听吃到饱？我们在山区，它的爱玉是人家。他刚墙壁上有写，他是那个黄奶奶爱玉园亲自种出来的。因为都市人，市区的都市人，很多人是没有吃过。你到底要蛰我多少次？你就把我头全部蛰掉，我打死你！都市人很多都没有吃过真的爱玉，他们一般呢都是以为吃到饱的那种盒装爱玉吃起来要 Q 够弹，那才是真的爱玉。No， 你们来山区吃过真的爱玉之后，你才会知道它的 Q 是那种刚刚好，进嘴巴之后会有一个弹性，但不是像橡皮糖那种 Q 到要死。No， 而且啊，它本身因为它的甜度不会过甜，所以你吃起来你也不会觉得很有负担。你讲话好厉害，几乎没有断点。我想跟大家表达一下，真的爱玉到底是怎么管，好不好？哦，很好吃，很好吃。啊，你的到底啊？我的比较甜一点点，那我也蛮喜欢的。蜜饯，红肉里很常出现在蜜饯里面。你把它想象就是那个蜜饯被泡在汤水里面，你的真的比我这一款再甜一些些。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梅酿这个，因为梅酿这个是生梨啊生梨，那你那个是甜比较多。跟老板娘讲的一模一样，这个一碗其实蛮大碗，我觉得啦，如果也是2个女生来的话，一起吃1碗就差不多了。那我也很想知道红豆的好不好吃，如果大家有来吃过红豆的，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哦。大老远来桃源乡吃红豆爱玉，我刚刚很尴尬，因为它太 Q 弹了，不小心吐出来啊。剪掉。大家走进来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今天要住的民宿。然后这里是一个泡茶区，哇，真的很大，里面也是。我们要住的是在2楼，哦，这边就是客厅区。对，客厅。哇，好大哦，到处都很大哎。有，温馨哎。哇，这会不会太大？没关系啊，3张床。太好了，我可以床边滚，一人睡1张，你。对啊，而且宝宝不怕掉下去。这边有一个小客厅，然后这里，这不是小客厅，这是大客厅。这里也有一个啊，旁边还有。哇，这间好大哦，这间是可以住6人房。太夸张了！怎样？你已经要睡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大的，不是什么？我们要把行李搬上来。哦，对，行李很重，很重，都是他的东西，很重。就是你。许先生，我们晚餐要吃什么？我要吃南横饮食店。在我们民宿外面有一间南横饮食店，不是有一间，是唯一一间。我们这边能吃的东西选择不多，但是南横饮食店这间我看评价还不错，大家的评价都不错，很多人都是那个去爬山啊，或者是去南横回来顺便在这边吃。因为我们今天住的民宿是达尼福民宿，它外面这附近呢，真的不多吃的东西，而且我们刚刚打电话，他说他已经要收了，就是这一间南横饮食店，他们已经在洗碗了，我们应该是今天最晚的顾客了。这间店真的超赞的，它有免费的爱玉可以吃，超赞，而且它的爱玉不是那种人工化学的那一种，它是完全山产的爱玉，而且免费，旁边还有梅子汁跟糖水，比付钱还好吃。比付钱，比付钱还好吃。你在攻击谁？不会啦，这个6龟地区的都很好吃。跟这南横路上的每一间都很好，都是6龟，因为我们上一个吃的是在桃园。桃园啊，应该说这一条路上，从6龟进来之后，每一家的爱玉真的都棒棒的，真的很好吃，很滋润啊，好猛。它的梅汁，它的梅汁、糖水跟爱玉都是认真的。它的梅汁更像我们家腌的，因为我们家腌的会再更甜一点。那我们今天在桃园吃的那一间花花，它的糖比较没有那么甜，所以它的没有是我糖水我自己加的啊，因为这边的糖水是我刚刚稍微不小心漏了多了一点点啊，你不要加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更符合我天元的味道，很好吃哎，很好吃很好吃，而且它爱玉很屌，真材实料，真的很赞呢，猛。我们的菜全部上桌了，刚刚老板娘人超级好，她说我们只有2个人，而且我们今天大概是
最后一桌客人，所以他可以帮我们做小份的。如果你们假日人多的时候是不行的哦。它的小份看起来也非常大份呢。我们今天点的菜看起来都超好吃的。我们是点一个3杯梅鸡，还有梅子豆腐，然后还有一个炒脆笋。炒脆笋呢是我们单独自己很想吃啊，结果他最后还点了一个水鸡汤耶！因为早上我们本来在吃那个3支店的时候，我就超想喝汤。但是3支店没办法喝汤，对，因为它太大碗了，所以这边呢可以做小份的，我们就立马点下去了。它的小份也太大份了吧，而且它的脆笋看起来超好喝的，里面的鸡肉也给的很多哎。这个是小碗的，好险点小碗的，不然我大碗的就真的是喝不完。大碗可能比较适合5个人左右来吃啦。他这边应该是都提供给那种桌菜的，比较少像我们这种2个人小家庭。这个梅子豆腐我也是在宝来那里看到，就好想吃哦。它梅子豆腐就是里面是鸡蛋豆腐，然后外面裹着一层薄薄的酥炸壳，然后加上它的那个梅子酱，旁边还有附梅子。他们家每一家好像自己都有在做腌梅子。对，家家户户都会腌梅子，是不是跟我们去鹿谷一样，每一家都会做豆干？那这边就是每一家都会腌梅子，很好吃这个晚上来这边吃一餐很爽我觉得在海拔大概1000公尺的地方可以吃到这一顿饭，我觉得非常幸福，好满意。难怪有人说，就是我看他的 Google 留言，很多人是说他们爬完山出来之后吃到这一餐，真的是难以忘怀。它的3杯梅子鸡啊，在景地没有看到这一道菜，因为一般呢我们都吃3杯鸡，他们家这边呢就是再加一个特色番梅酱裹进去。这边点比一般的3杯鸡多了一个那个梅子的酸甜香味。我们既然吃3杯鸡，你可能会着重在那个酱油酱香味上面，而且它虽然是走甜咸味道的，可是3杯鸡的元素一个都没少。你在吃的时候还感觉到9层塔的香气，太特别了。反正你们就把它想成好吃的3杯鸡，裹上一层梅子酱，就是这么的 special。烤脆笋还炒了一些木耳跟蒜头。来这种就是山上就是要吃一些山产。最足超棒！我们刚吃完晚餐了，这间南横饮食店啊，我觉得它的菜都很好吃尤其笋子超脆超甜的。在回饭店之前呢，我们想要先去全家补给，因为听说呢，明天进去里面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打算去买一些小点心回饭店，可以当宵夜，也可以当明天的补给品。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晚安大家。大家早安！今天的一早呢，我们从梅山游客中心出发。你要进去南横公路的管制处啊，你会先经过梅山游客中心。我们昨天发现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介绍，所以我们就想要先带大家进去逛一逛。Let's go！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快要10点了。我们昨天还发下豪语，说什么我们7点要出发，因为管制处呢它是7点开始通车。根据我的计划表，我们应该是7点就要出发了，但是呢，由于梅山游客中心它是9点才开放，那我们也今天想要带大家过来，就是看一下那个阿雅的同乡，因为我们昨天遇到一个导览员是阿雅的同乡，然后我们发现里面其实还蛮多东西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布农文化展示中心，所以这边其实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停留的点进来这边逛一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我们昨天遇到的就是那一位非常热情的志工大哥。在我们这边就很棒，你进来这边你就可以先看一下整个就是南横公路的地貌。然后就是绿山公园还有我们要走的路线都很清楚的标示出来，这当做一个我们出发前的行前教育。因为呢，其实在这一次南横公路旅行之前呢，我是对这个地理环境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昨天来了一趟之后啊，志工大哥他就有跟我解说一下，很清楚很明了。我们从梅山口进去之后呢，会经过里关、天池，然后也会告诉我们说哪一些地方有厕所，你们可以停车下来停留。他都有跟我们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你们不是那么了解，我觉得你们进来游客中心可以请他帮你解说一下。什么事？你们2个有什么事？这个象牙山猴照哦，如果你们没有爬上去，你们可以在这边直接模拟一个3D 立体图啊。拍一张，像我有那个阿凡说我们小猪仔要做象牙赛。嘎嚓！我想问一下，你说除了这一区展览之外，那边还有一个布农族的？有另外一
建筑物的话，对不能主管，因为这边的主要居民文化是不能主。是我朋友介绍不能主的文化。哦。所以这个地方游客中心主要都是介绍南横公路的一些生物啊、生态。对。然后如果想要了解布农族的文化，可能就要去另外一个馆旁边那个馆这样。真的哦。它里面有那个大洪水的那个传说。看游客中心这里看出去有多漂亮。我刚才跟我的同乡相谈甚欢，在进入南横公路之前呢，去游客中心听一下解说，我觉得非常棒，非常好，好不好？跟大家说一下啊，它的管制时间进去啊，开放是7点到2点，你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进去 ，OK？ 如果超过它就关了，抱歉，下次再来，好吗？我们要准备进去喽。这个时间呢，因为它是开放的时间点，所以这里都是打开的，也没有人员会阻拦你，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去了。哦，有没有紧张的感觉，孩子？哟，孩子好像还好。他说呢，我们在进到第一个里关之前呢，会先经过新里关，然后那个新里关啊，它前面是有一个观景平台的，据说景色也是很漂亮，而且它前面可能有卖一些东西可以吃，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过去看一下。我们抵达第一个景点新里关观景平台，就是这个观景平台。这里呢最有名的，除了它的景色漂亮之外，还有一个阿婆臭豆腐。我们臭豆腐品鉴家许先生呢，强力要求一定要来吃吃看，超级夸张，超级夸张，这个景也太漂亮了吧！因为我在这一站最重要的是我要去吃臭豆腐。我知道，直接在3边烤香肠，太有味道了。我们抵达了新里关观景平台，这里的 view 已经超级漂亮，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等一下一直往后开到底有多美。在这一站呢，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阿婆臭豆腐。近看发现他们还有卖饮料、咖啡，还有烤香肠跟烤山猪肉，而且它这样一份，我刚刚看臭豆腐好像一份是80块，80块。我觉得以平地的价格来看，你可能会觉得稍贵一点啦，但是这里就是山上嘛，对不对？在这个地方能吃到臭豆腐真的很爽。对，能在这里吃到臭豆腐已经是很美妙的事情，尤其它这个景百万美景呢，百万美景。其实我觉得它跟我想象中的臭豆腐比较不一样，它有点像是炸豆腐，炸起来很漂亮，然后旁边还有附辣椒，就是那种橘橘的辣椒。哦，超辣，超级辣！他们的辣很辣哎，他们的辣是那种生辣椒的辣。再加上这种甜甜的导鱼沟，刚好中和一下，而且它里面的豆腐啊，就是炸豆腐，臭味其实我觉得还蛮浓郁的。我本来想像这种看起来无害的，而且闻起来也没有特别臭，感觉吃起来就不会到太臭。一入口是臭的，再打一口它的泡菜，它的泡菜是非常优雅的泡菜，不会过酸，不会过甜，只是点缀的感觉。它的臭豆腐，我意外的觉得蛮好吃的，不是刮嘴的哦，里面的豆腐还保有水分跟嫩度。旁边呢还有这个烤香肠，一整碗的蒜头在那边给你自己拿。我们频道的宗旨是什么？一口蒜头，一口香肠，香肠不配蒜，滋味少一半。有没有听到？香肠不配蒜，滋味少一半。我觉得我蒜头拿太少了。它的香肠是那种有点像嘟嘟小香肠，可是又没有那么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酒味。里面呢蛮扎实的，都是肉的感觉，不会到太油。不过我觉得它的烤工比较没有那么出色，因为它的炭香味比较没那么够。就是小朋友的香肠啦，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甜一点。我觉得如果你们接下来啊预期都吃不到东西的话，这一站一定要停下来吃一下，然后再出发。刚刚发现很多重机大哥啊，他们都在这边吃完臭豆腐，吃完香肠，喝咖啡。对，喝咖啡，看看美景，然后再往下一站出发。这里很棒，光线又漂亮。你看我们一家3口在这里。好，吃完可以准备往下一站。我已经不想走了，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准备下山了？走，我们今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下一站我们来了天池。天
天池这一站呢，是我觉得我们目前最挑战的地方不。是更正，这边叫长青池。长青池是供奉，就是当时我们南横公路开拓史，然后很多在这边为了开这条路牺牲的一些鲜血先烈。啊，那天池哎，天池在长青池上去之后，要再往里面走一段。你现在在喘我现在在喘啊？，你在喘了是不我是们？现在海拔2000多。刚刚呢，游客中心的志工大哥啊，他有跟我说，如果你腿力好一点，大概5到10分钟就走到了啊。如果腿力比较没那么好，又带着小婴儿的话，可能10分钟以上这样子。他说你们喘的话，就可以一边走一边停下来休息一下。对，不可能吧？宣告结束了，小队是不是就在这边看就好了？我们要先解散了。可是我们在这边其实不能太细腻哦，OK，因为你知道南横公路这条公路开通牺牲了多少人？牺牲了116个人，很可怕哎！就是在当年，我觉得公安啊不像现在这么的，对，当时没那么注重治安。大家为了开路，然后赶时间，然后山区又很险恶，所以牺牲了很多人的性命。我们老弱妇孺小队能够这样子轻松的来观光，要感谢这些先贤，我们上去参拜一下。好，那你要又想回头是不是？走一格阶梯要休息一下。不可能这样走一格就要休息一下，那可能1个小时都到不了哎。 2 hours later. 我们走到了长青池，表达感谢之意，谢谢你们哦。喘到现在，走上来之后啊，你会发现景色好漂亮哦！天哪，我的妈，这个太值得上来了，再喘都要上来，真的。我们要让宝宝等一下醒来的时候，一看到就看到天池了。长青池后面呢、你要往天池的话，就是要再走后面的步道上去，所以不是到这里就好了。你要看到漂亮的景，就是要努力往上。是天池吗？对，要再走上去再过去一点。啊，要很久吗？没有很久，但是要爬一段小楼梯。哦哦，OK， 谢谢。这边的路就更坎坷了一些，因为它这里不是像前面的步道这么完整，后面呢就有点真的是那种野外的登山步道了。前段那边感觉是有点被重新整修的地方。我要说，结婚前呢，我老公都是牵着我登山，他现在呢，我生小孩之后，他就是背着小朋友，无力顾我了啦，我得自立自强。如果你们是带比较小幼稚园的小朋友，我觉得可能会吃力不少。但如果已经会走、会跑、会跳、很稳健的，应该就可以。哦，好喘，要修，好喘。其实是有点抗拒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那边就是一个优氧化很严重的湖，哈，真的哦。但是还是要去，做不要做。我看到天池的牌子了，而且有人站在那边，我想天池应该就在前面。好喘到我话都讲不清楚。好，天池这一段就是往下走。会不会观景台其实比较漂亮？对，观景台也比较漂亮。但天池我没来过，我想买一个。如果走到那边发现像余温，会很尴尬。哎，我已经看到了绿绿的湖，在下面。这个，我想象的天池好像不是长这样哦，我以为是像国外的那种湖景，你知道吗？好啦，我们走到了天池。这就是天池哦，绿绿的哦。来，你有看到的哈，你给它戴帽子，这样它才不会晒。爸爸带你看天池，好绿哦，好绿哦，天哪！而且它天池的大小比我想象中的小蛮多了。我刚刚还在跟许先生说，这个就很像有一次要带我去凤山看忘忧森林，然后一到我发现，好忘忧哦，就是这个感觉。我本来以为是更大、更漂亮的景，不过实际看下来，的确有它自己的味道啦。我们进到了大关山隧道，你刚刚是不是说进到了这个隧道就代表说我们已经进到台东的领域了？对，即将。即将哦。对，这边出去之后就是垭口，垭口就是我们南横的最高点。哦，所以海拔2700的地方。对，然后到了垭口之后往下走就是往台东方向，哦，是我们高雄的台东的分界。这个隧道很快。就这个隧道很快，但是你知道这个隧道也是非常多鲜明的，就是血汗。因为要在这边开通这个隧道，真的不容易。哇，那好多人停在这里哦。
天啊，好漂亮哦！我们到了垭口，刚刚经过大关山隧道之后啊，出来就是垭口了。你看一下，哇，这个后面是仙境呢，许一凡。仙女跟仙子还有仙女跟仙子，你后面到的是仙境呢，超美的，我的妈！其实我们今天很幸运，因为今天我们本来以为天气会很差，结果意外的大太阳。昨天起大雾，然后我们刚好在那个就是入口处那边停了一天，所以我们今天刚好迎接到一个最美的风景。不过呢，这个地方它是没有洗手间，然后也没有什么座位啦，反正它这边就是一个临停区，让你看一下云海这样。对。假日的话，可能停车位就不够。没错，因为今天刚好是平常日。是。对。我现在摸得到云呢，兄弟。对，我刚刚打开车窗，发现，伸手出去就是云海哦。而且你刚刚说我们这一段已经进到台东了，是不是？是的。现在是在台东的部分。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如果大家是不排斥公路旅游的话，人生一定要来走一次南横。一定要来走一次南横，太美了。太美了，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季节来非常刚好，超级完美，完全不冷。我觉得刚刚外面他说6度，可是我觉得完全不冷，因为有太阳。就你会觉得太阳照下来之后，体感温度大概多了4、5度，不夸张。我们一夕之间被关了2个小时之后，下来天就黑了，真的是。哎呦，大家记得一定要上网看公告，好不好？这样才不会像我们一样白白被上面困了2个小时。我们今天的晚餐就是吃上便当，好赞哦！我喜欢吃上便当。我也喜欢关山便当。 Good。